街頭攝影有一個不明文嘅規定，就係要影到人。好多時我哋都會入咗一個框框，就係張相入面一定要有人嘅出現。就算影唔到完整一個人，你都會見到人嘅手腳啦，又或者影子。呢啲都係喺街拍入面好常見嘅畫面。有人就會有事發生，對於街拍嚟講係更加容易創作嘅。所以好多時我哋街拍都會選擇一個比較人多嘅地方啦，例如係繁忙嘅街道、商場、遊樂場等等。而我哋往往就會忽略咗一啲嘅角落頭，因為嗰度冇人。咁有啲咩可以影到呢？唔值得你走過去望一眼。街拍其中一個重要嘅元素就係去捕捉人嘅生活啦，又或者存在。咁可能你會問，如果張相入面都冇人，咁你點樣去捕捉到人嘅生活呢？只要物種喺一個地方生活，就會留低佢哋嘅痕跡。其實人都係一樣，人類所創造嘅所有物品啦，又或者經過人使用過嘅痕跡，其實都係反映住人類嘅存在。好多時呢一類型嘅相呢，都係用比喻啦，又或者暗喻嘅手法，去令到睇呢張相嘅人會產生一啲聯想。呢一件景物係牽涉到人嘅行為。就好似你見到一條鯨魚嘅尾，你就會知道，咦，呢一條就係鯨魚。如果嗰件景物係好有趣嘅，增添咗一啲人為嘅元素，有時只係影關於嗰件景物嘅相，其實都已經能夠觸發到睇呢張相嘅人嘅好奇心。點解會變成咁嘅呢？究竟係邊個整出嚟嘅呢？另外，亦都係一種好好表達情緒嘅方法，喜怒哀樂。例如一首歌當中，唔同嘅樂器都代表住唔同嘅情感，又或者你可能聽過，衣着嘅顏色係可以反映到一個人嘅心情。睇下以下呢幾張相，我諗你就應該會明白。隨住科技同埋社會嘅進步，甚至世界大事嘅發生，就會產生咗一啲時代嘅產物。我哋去影呢啲嘅景物，其實就係反映當刻嘅時代發生過啲咩事呢？人又做過啲乜嘢呢？都係一個好好嘅方式去記錄嗰個時代發生嘅各種事。有時影像比起文字嘅衝擊係嚟得更加大，唔需要用文字去形容，你睇到嗰張相已經好清楚明白到當時究竟發生緊啲咩事。如果就咁叫你去影一啲景物，其實係好空泛。就好似我哋喺街度見到有架單車，我哋幫佢影咗張相，但係就覺得好普通，好似冇乜特別。咁樣我哋可以參考下一啲大師啦，又或者其他攝影師喺佢哋嘅作品當中揾一啲特點去刺激我哋嘅靈感。光影同埋顏色都係唔同攝影範疇好重要嘅元素。好似先前提及，街拍係好依賴有人呢個元素。咁如果冇咗人嘅話呢，我哋就要用其他嘅方法去令到呢張相變得更加特別。以往我哋會將一啲光影放喺人物身上，同樣地，我哋都可以利用於喺拍攝景物上面。另外，顏色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，利用某啲顏色效果啦，就可以令一張平平無奇嘅相呢都變得相當有趣。例如相同嘅色調，又或者互補色。
咁樣影人同埋影景物呢，其實係兩種嘅拍攝模式嚟嘅。人嘅行為舉止、表情動作隨時都會改變，所以我哋會好快咁樣去捕捉一啲決定性瞬間，去影低嗰個人嘅神情面貌啦，又或者一啲你估唔到佢會做嘅行為動作。但係當我哋拍攝景物嗰陣呢，就好唔同，因為除咗動物會走嚟走去會喐之外呢，影低一啲景物係唔會有人催你嘅，你亦都唔需要趕住去影低你眼前嘅主角。唔好即刻影完跟住就即刻走，試下用多啲唔同嘅構圖啦，又或者角度去影你眼前嘅景物，因為好多時我哋都慣常從我哋嘅 eye level 咁樣影出去。當你影咗幾張之後呢，你就會開始覺得好悶，除非嗰張相嘅內容係好得意啦，好特別，好 eye catching。如果唔係，不如花啲時間留喺嗰個地方，嘗試揾唔同嘅角度啦，又或者構圖，令到你相入面嗰個主角呢更加突出。當你為呢一件物件，又或者呢一個景構圖嗰陣，其實係一個好好嘅練習，去幫你想象，如果有人嘅元素喺呢張相入面，我哋點樣將人同埋呢一件物件連結喺一齊，可以點樣構圖呢？點樣將你想影嘅嘢擺位，令呢一張相多一層嘅意義，又或者多一種你想表達嘅意思？我哋慢落嚟去影低呢啲景物，先至會有呢種思想練習。喺將來，若果有人同埋物件呢個元素你想連結埋一齊嘅話，咁我哋就可以發揮翻出嚟。街拍有好多唔同嘅元素，甚至冇人嘅相都可以係其中一種元素，所以唔使框死自己一定要影有人在內嘅相。當我哋走落條街度周圍影相，除咗人之外，仲有好多唔同嘅景物。或者當你揾唔到靈感嘅時候，可以試下影低呢一類型嘅景物。平時我哋除咗觀察人之外，亦都可以訓練自己觀察身處環境當中，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刺激到你舉起部相機，訓練我哋對光影又或者顏色嘅敏感度。喺街拍當中，亦都分開咗唔同嘅種類，去影多啲唔同主題嘅相，不斷喺唔同嘅範疇探索，先至可以從中發掘到屬於自己嘅 style。呢條片講到呢度，有機會再見。